前段时间咱们说过，阿特拉斯航空一架波音747-400F 货机在从香港机场起飞后飞到台北市上空时发现故障返航，导致香港机场一条跑道停用，450个航班受到影响。当时就有朋友问，为啥不就近降落在台北呢？最近一架达美客机因为航餐变质，许多乘客吃坏了肚子，从北美大西洋沿岸折腾了2个多小时，备降在纽约肯尼迪机场。上周四又有一架新西兰航空的客机因为发动机防冰问题，在珊瑚海上空掉头，花了3个小时返回了奥克兰基地。这些航班都遇到了类似的问题，他们为什么不就近落地呢？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。阿特拉斯的波音747当时几乎就在台北上空，达美航班当时最近的大机场是哈利法克斯，比回纽约的路程要近一半。而新西兰航空的这架787-9发现故障时，距离最近的大机场是布里斯班，1个多小时就能降落，可它还是冒着一定的风险，千里迢迢回到了基地。航班偶尔会因为各种紧急情况返航或者是备降，但除了特别紧急的情况，例如发动机着火或者乘客垂危之外，多数都会挑拣一番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其实这里的门道也不少。首先，每一条航线都是有备降机场规划的，航空公司在设计航线的时候就会考虑这种机型如果中途发生状况，能够降落在哪个机场。如果是国际航班，请别国承担备降任务，据说还要事先打招呼，不然可能不被接收。同时，飞机也有单发续航能力的要求，要能够从任意一点安全飞行到备降场，这样配合起来安全才有保证。但是如果情况不是那么紧急，比如说上述的乘客穿稀，或者是一台发动机防冰疑似故障，则到底备降在何处，需要由机主和公司协商确定。从航空公司经营的角度出发，通常还会考虑以下几个问题。一是维修成本，遇到机械故障时，航空公司基本上都要考虑维修成本，在国外或者是外站维修成本肯定很高，如果备件无法从当地拆借或者是购买，自己还要派一架飞机运过去。维修飞机需要合格的人员、工具和仪器，缺哪一种都可能造成停产，损失很大。所以如果有可能，回基地维修是最好的。第二个就是当地的处理能力，大型飞机上乘客很多，有的可以载600多人，如果备降在很小的机场，则餐饮住宿都面临很大的压力。国外偶有大飞机备降在小机场的新闻，乘客没有地方睡觉，只能每个人搞张折叠床。上述的川西事件在纽约肯尼迪备降，机场准备了20多辆救护车，确实比降落在人丁稀少的哈利法克斯更容易处理一些。第三个就是资源的协调能力，航空公司其实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能力强悍，它在许多机场都养不起自己人，都得向当地的机场租赁人力，或称之为外包，有些甚至连外包也不是，只是按次合作，每服务一次航班就计算一次费用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有航班备降，对方未必尽心尽力，所以协调能力也是重要的备降考量因素。当地如果没有自己人，就难以保证服务水平。以前欧洲航司的北京航班在遇到恶劣天气时，往往选择上海而不是天津或者济南备降，原因就在于此。所以综合以上几点考虑，会选择一个合适的备降机场，不一定是最近的。朋友们，你们还知道有什么原因？欢迎补充。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，下期见。